嘿，大家好，我是周怪，我是小鹿。欢迎来到周怪频道。今天呢是一期桌游开箱，我们来开一下今年我们在真抗现场发现的一个现场玩完之后试玩体验还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叫做《追随居里夫人》这样的一个新游戏。当时现场也卖断货了。对，他们现场的份数很少，每天就卖20份，大概是这样，应该是存货不太多吧，因为它很新。然后这游戏的它是一个续集，它之前是追随达尔文的脚步，然后那款游戏呢也是获得了一个年度一个青策还是什么推荐游戏的一个提名，当时是对。然后那个游戏当时玩完之后就感觉怎么说，它挺好看的，又有特色，但就是还是比较毛线，对吧？然后我们在玩这个游戏之前，其实对这个游戏本身期待的不是特别的足，但是玩了一下觉得还可以。对，我感觉好像达尔文的桌游太多了，就没有那么新鲜感了。但是居里夫人这可是头一个。对，它因为它是英文标题，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它是居里夫人啊。对，然后等它配件拿出来，觉得好像是有点这个意思了，好吧？话不多说，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游戏内容吧。啊？Unboxing。游戏的出版社呢是这个 Sorry We Are French，他们之前的那个达尔文，然后以及最近大家在国内比较火的这个战国重印也是他们这个出版社的。然后背面的话简要的介绍了它这个玩法，好吧？这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大家会看到它占了整个半个盒子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头塔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配件。OK， 我们来看一下盒子里面。我们当时玩的时候还在想说，它那个头塔怎么收到盒子里呢？是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说明书的排版一般来说都是挺好看的，然后这个游戏比前作达尔文要复杂一些，是吧？规则书也稍微厚一些，然后还跟了一本这边的是他的居里夫人的一些生平介绍，从他出生开始，然后到他的这个做科研，对吧？获得诺贝尔奖，然后他参加这个一战的时候医疗组的这个人员。最后还有一些关于这些放射性物质它在科学领域的一些应用。是的，然后为了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这个关于居里夫人的一些有趣的一些事情，跟大家稍微一边开箱一边聊一下。我们先来看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头塔，它这个头塔是分成3节的，那每次玩的时候呢，它肯定是要给它拆开，不然是放不回去的。但是这个东西组装起来并不是很费劲啊，它这个材质应该是纸质的，对吧？刷了一层这个金属的这个颜色，但是其实是纸质的。然后像这样给它就是拼接成一个头塔的。对，那大家从这个头顶的摄像机可能能看得出来，就是它这个里面它其实是有这个沙漏一样，不是沙漏，叫什么？就是过滤网一样的。对，那实际拼装好了之后呢，它是非常稳当的。然后这个东西的作用大家一会儿就会看到了，好吧？然后我们当时一起玩的朋友里面有一位就是搞化学的。搞生物的，搞生物化学的，对。然后这个东西好像应该就是一个实验设备，至少是当时那个他们居里夫人那个年代用的一个实验设备。居里夫人首先第一有趣的事实，她获得诺贝尔奖，她因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你知道吗？因为雷吗？对，因为发现镭，对吧？他其实这个人呢，他总共获得了2个诺贝尔奖，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就是一个人获得2个诺贝尔奖的人。都是跟这个放射研究跟发现镭有关系。第一个是物理学奖，第二个是化学奖。然后它这个镭呢是从一个就叫做铀矿的东西发现出来的，从铀矿当中提取分离出来的一个镭。铀矿就是我们在核子激荡里面用来发电的那个东西。然后他们当时呢就觉得这个铀矿它的这个放射性，他们发现了之后，觉得放射性有点强，有点强于就是除了铀这个元素之外，应该还有别的元素在里面。所以他们就假定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做镭元素，有一个叫做那个钋元素。然后慢慢通过多轮的这个分析，然后这个分离各种各样的这些过程，就大概类似这样的一个设备吧。对，然后最后就提取出来了一个镭元素，大概是这么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过程。对，然后这个镭元素呢，它的这个好，说完知识，我们先来看一下版图，好吧？这个版图呢，它下面是一个时间轴。上面告诉你了，这个居里夫人从这里出生到这里，她的这个生命走到终点，是不是？让她经历了什么事情？这其实是一个游戏的流程图。我们追随居里夫人，其实就是经历了她的一生，相当于是，所以玩家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其实还是有点抽象的，我很难说清楚他到底咱们作为什么。
咱们是作为居里夫人的一部分。我们是每个平行世界的居里夫人，是吧？然后这里是个玩家版，我们就拿出来2个玩家版吧。然后呢，这里面是一个袋子，这个袋子是个盲抽袋，对，然后里面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计时器，好吧？也是这个追踪轮数的，追踪游戏进度的。然后这边盲抽袋要抽什么呢？抽的就是这边的各种的化学元素，一共有3种颜色的小方块。盲抽袋不抽这个吧？盲抽袋抽的就是这个呀。这个就直接盲抽袋不抽这个，确实，但盲抽袋可能是储存这个的吗？我们当时就没用上这个盲抽袋，它就搁在一边的，没有用上，对吧？然后确实这个东西不是盲抽的，这个东西它的这游戏的随机性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我们到时候还有另一个板儿，这里。对，它根据玩家人数，我们会选择一个对应的，比方说我们2人局好了，2人局用这个板。然后这个板子上面告诉你了，我们每一轮开始的时候要往里扔什么 cube， 是吧？这里有一个黄色的这个圆圈追踪，比方第一轮我们一上来就是要扔进去4个这个黑色的，就这样4个黑色的。它这个时候用到这个头塔了。这个头塔非常有趣的是啥呢？它进去的东西不一定会出来。大家看，我扔进去4个，出来3个，它有一个被刚才那个滤网卡在里面了。我下次再扔就可能把那个撞出来。对，然后它游戏流程呢总结在这里了，好吧？第一步扔这个 cube， 根据这个玩家板上面的信息。然后第2个呢要去选择，要不然是获得刚才从这里露出来的这个 cube， 要不然呢是要去发表一篇论文。这块有点稍微跟主题稍微一点脱离，是因为你出生的时候就可以写论文，稍微有点提前了一些，是吧？然后你能拿取的这个方块数量在你的玩家板上有一个规定，开始的时候默认每个人可以拿3个所以我就可以把这3个拿到我自己的这个试剂瓶里面，好吧？等待使用这些资源的话可以相互转换，然后资源的话呢还可以去完成一些科研的一些工作然后比方说我就不细讲后面具体是怎么回事了，反正游戏当中呢，玩家会获得。在这个大烧杯里面会获得这样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圆形的烧杯里面会获得这样的东西。这两边呢，它的这个完成难度好像是左边会相对来说更难一些，然后右边会相对来说稍微简单一些。然后你完成右边的话呢，你把它翻过来，你会发现你的这里的储存方块的这个容量上限加1。但相反，如果你完成的是这边的话呢，你就可以每一轮拿更多的这个方块。前期肯定想要左边的，想要左边的，对，你资源越多，你能干的事情越多。对，然后呢，这个游戏呢，游戏的轮数是怎么推进的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里，每一轮往前走一个，往前走一个，然后每一次经过这个带有红色的这个指针标记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里，除了放 cube 之外，还会再去推进这个标志物。然后这个标志物我们往前走，大家会看到这个地图上面会有一些效果，这个是对所有玩家都适用的。所以你比如说你到了1893年，到了一个，比如说他在人生当中确实是来了一些灵感，对吧？你手头如果当时有一些空余的这个黑色 cube， 你把它交还给银行，然后你就可以获得2个订单之一。我觉得这个游戏的策略性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推这个轨，因为它不仅仅来自于公共版图的这里，它还来自于一些，比如说这些，像这种论文上面也会有，对，还有一些卡牌上面也会有。对，这个论文它是随机翻的，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策略性。还有卡牌也会有，但卡牌上确实会有一些，这是游戏当中的咱们没有讲的其中一个元素，大家稍微看一下。然后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趣味小知识，好吧？就是居里夫人她的第1个诺贝尔奖是跟她的丈夫和另外一位物理学家一起获得的。还有另外一位物理学家，是的，完全没有名字了。对，她的丈夫叫做这个皮埃尔·居里先生。是的。然后呢，他们有2个女儿。他的其中一个女儿呢，也是追随居里夫人的脚步，然后也开始研究这个化学，研究这个放射。然后他呢，最后也获得了诺贝尔奖。然后他的另一位女儿呢，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不从事科研工作的，但是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所以他们家人均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好吧？所以就是属于家常便饭获奖是这样的。然后这些卡大家注意到呢，它是右上角有不同的这个图标。因为这个是新的牌组还没洗大家看不同的图标，它不同的图标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获得这些卡的时候，这些牌会放到我们这个玩家板对应的区域，比如这张牌放到这里，好吧？这个带红色试剂瓶的放在这里，大家大概知道 idea 了。然后这些东西的获得方式呢，就是通过支付这个左上角的资源这是资源的另一个用途。然后我们获得第1张，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对应这一列的这个数字1这一栏的奖励。那一开始这个就不算是奖励，就算是推进一下游戏节奏。所以这是刚才小鹿说的，就如果你喜欢推进游戏节奏，你可能就会想收集这一类的东西。而且不仅仅是推进游戏节奏的问题，有些时候它下面的奖励会要求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在嘛？你可以刚好卡一个别人都没有这个资源的时候，是的，然后去推这个游戏。对吧？然后它这里面每一列的卡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一列你就收集最多收集3个，然后到了最后呢，你就可以得1分。然后这个可能大家觉得得1分不多，但这游戏最后你游戏结束的时候，大概就是7、8分，对，都到不了10分。然后这个分数很难得，分数来源一个是在这个卡上面，一个就是我们完成了2个订单，然后现在中间这就有1分，然后有的时候这上面会给你分吗？会有，就是4级的时候会有可能会有分，还有这中间的过程中会有这种临时的分，你就拿一个这个 token 去表示你有这个分。还有每个玩家最开始会发到一个终极任务，相当于对，这个是一个全局的任务，每个人的这个任务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就是你完成不完成，就是也不会更新了，就是这么一个。那比如这个来说的话，就是要在他的一生当中要完成4个论文。然后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居里夫人她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名人名言，或者说在她的这个生命当中，他自己最后总结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这个经验吧。他说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被惧怕的，只有我们尚且未知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只要知道的更多，我们可能害怕的就少一些。这挺多人都说过类似的道理，对吧？但也有很多人说，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就更多。确实，这是科研精神，对吧？就是你在发现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更多你更不知道的东西，但要是保持这个 stay humble。好，那今天呢，这个就是我们关于居里夫人这个游戏开箱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看到这里啊！这个游戏的话呢，我们还会再多玩一玩，然后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游戏我们最后实际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评测，好吧？然后它的重度的话也没有看起来这么复杂，还是属于轻测到中测之间。对，它这个图标刚才基本上我几分钟时间给大家讲的差不太多了，就是这些内容了。好，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吧，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喽！拜拜，拜拜。那你害怕那些你不知道的作用吗？有点害怕，但是我也没什么可害怕的，你知道？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去真抗发现这些游戏的过程，就跟居里夫人做科研挺像的。其实我们去真抗之前也明知道现场可能会有这个很多人 COVID 很可能会有新冠，我们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声音是这个样子，所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好吧，没有什么可怕的。